大家好，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本期内容基于真实资料整理，用轻松温柔的方式陪你走进她的点滴与成长。所有画面均为实拍呈现，为使用爱生成。愿这段时光带给你片刻放松，也让你在不经意间更加喜欢与珍惜自己的那份热爱。陈飞宇向迪丽热巴求饶，白日提灯大女主登场，打了多少娇气剧的脸。白日提灯一开播，便迎来了一片热议。作为当之无愧的唯一女顶流，迪丽热巴的出演自然是引发了不少关注。无论数据如何，都不难看出这部剧为观众带来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画面。尤其是男主段暄居然在女主贺思慕的手下秒变求饶，这一幕与我们印象中的古装剧大相径庭，简直是大逆转。往常我们看到的男主总是英勇无畏、英雄救美的形象，而这一次却变成了女主一手提灯降临，轻松便将男主拿捏住。当贺思慕察觉到男主有隐瞒身份的行为时，他毫不犹豫地直接以武力逼问。男主段暄见势不妙，立即认输，不再抵抗。看似有些可笑，但他深知在强者面前反抗不过是徒劳，顺从反而能更加迅速地解决问题。近年来，类似伪装大女主或者假娇气这样的剧集层出不穷，但像这次男主在女主面前秒跪的情节却是首次见到。女方拥有绝对力量，这种反套路的做法迅速点燃了观众的好奇心，也给这部剧注入了新鲜的气息。他宣告了这是一部不走寻常路的剧集，借着这种大女主的视角，突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段暄这个角色依然是我们熟悉的少年将军形象，他不像那些横扫四方的战神，也不是拥有显赫身份的天之骄子。尽管如此，他依旧不是个普普通通的角色，但在这部剧中，段暄有着明显的不同。作为将军，他的身份竟然藏着秘密，原来并非如我们所见的那样那么简单，甚至有些许虚假成分。面对贺思慕时，他展现的不是那种典型男主的傲气，而是一种冷静、机智的内敛。最近的剧情中，他被贺思慕轻松制服，一旦察觉自己无法胜过对方，他毫不犹豫地立刻认输，反抗之心全无。这个男主并非高高在上的英雄救美者，而是一个在弱势中寻找生存之道，巧妙利用自己的处境的普通人。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迪丽热巴饰演的贺思慕，她一登场便是巅峰，不需要任何打怪升级的过程，她就是那座无法超越的高山。作为幽冥400年的统治者，她掌控生死，拥有碾压一切的绝对力量。她的一句“我的法度不可忤逆”，足以让任何挑战者瞬间崩溃。与其他剧集中的大女主不同，她的力量并非依赖于台词的堆砌，而是通过她的每一个行为、每一次决策传递出的强大威慑力。比如，当她怀疑段暄隐瞒了身份，她不再犹豫，而是直接动手，用实力逼问。她那种瞬间决断的速度与威力，看得观众简直心潮澎湃。许多人都觉得这种直接而干脆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女主毫不拖泥带水，直接摊牌，令所有剧情走向都充满了张力。她的强大不仅体现在台面上，甚至连战场上的行动也展示了她的无敌力量。她不仅在瞬间设下结界保护男主，甚至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展现她的压倒性优势。她的强大不是为了衬托男主，而是为了让观众看到女主本身就是强者。她的存在不需要他人的依赖和衬托，正如她自己所说：“我的法度不可忤逆。”白日提灯之所以让人眼前一亮，正是因为它颠覆了传统古偶剧的套路，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近年来，我们所见过的大女主剧虽然常常自诩强大，但其实本质上仍然是娇气文学。女主的强大总是为了给男主提供机会，最终的高潮时刻总会由男主来完成，甚至很多剧情的发展都围绕着男主展开。这种设定早已让人审美疲劳，而在这部剧中，女主的高光时刻完全由自己掌控，男主若有困难，
也是女主赫斯木率先出手援助。正因如此，这部剧打破了常规的男女角色定位，让观众看到了真正的女性自主与力量。女性观众常常看到俊男美女演绎爱情故事，早已不再感到新鲜。然而，观众更希望看到的是像赫斯木这样拥有绝对力量和自主权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强大不仅是为了衬托恋爱 CP 的存在，而是她们生来就注定是强者。观众的期待正是白日提灯这种新颖叙事带来的契机，让剧集真正打破了传统框架，让角色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强弱对立，而是赋予了全新的力量关照。在当下古装剧逐渐陷入套路化叙事的背景下，白日提灯的出现确实像一束突如其来的冷光，干净、锋利，又带着不容忽视的存在感。而这束光的核心无疑来自于迪丽热巴所塑造的赫斯木。很多观众点开这部剧，最初或许只是出于对顶流的好奇，但真正留下来的理由，却往往是在某一个瞬间，那个男主段旭在他面前低头认输的瞬间。那一刻，其实不只是剧情的反转，更像是对整个古偶叙事逻辑的一次轻轻却精准的推翻。我们太习惯看见男性角色以绝对强者的姿态登场，运筹帷幄，拯救一切，而女性角色无论前期如何铺垫强大，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被情感收束，被关系定义。但在白日提灯里，这一切被彻底打乱。赫斯木不是看起来很强，他是从一开始就站在顶点的存在，没有成长线的刻意铺垫，也没有为爱变弱的桥段。他的每一次出手都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压制力，尤其是他提灯而来的那一幕，既是视觉上的美学冲击，也是人物气场的集中爆发。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主高光，而更像是一种宣告，这个世界的规则本就由他制定。有意思的是，段旭这个角色并没有因为示弱而变得单薄，反而显得更加真实。他不是无所不能的战神，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天选之子，而是一个会判断局势、懂得取舍的人。当他意识到对方的绝对优势时，选择认输，这种聪明的退让反而让角色多了一层人性的温度。这种关系设定让男女主之间不再是传统的强弱互补，而更像是两种力量体系之间的博弈与试探。但真正让人反复回味的，还是赫斯木这个角色本身。迪丽热巴这一次所呈现的，并不仅仅是外形上的惊艳，而是一种逐渐沉淀下来的掌控力。她的表演没有过多张扬的情绪，却在细节中不断释放压迫感。一个眼神的停顿，一句台词的落点，甚至是出手前的那一瞬间静默，都在无声地强化角色的不可违逆。这种力量感其实是很难演的，因为它不依赖台词堆砌，也不依赖剧情推动，而是完全建立在演员对角色气质的理解之上。一旦拿捏不准，就容易流于表面。但这一次，他给出的答案是稳的，也是有说服力的。更重要的是，这种角色设定让女性观众终于可以从被凝视中抽离出来。赫斯木的存在不是为了被爱、被保护，而是为了掌控，为了决定。他的强大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被认可，它本身就是规则。这种设定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击中了很多观众长期以来的审美疲劳。所以，当我们说白日提灯打了娇妻剧的脸，其实并不只是因为某一个桥段的反套路，而是因为它重新定义了一种关系：女性可以是叙事的中心，也可以是力量的源头，而不必再成为任何人的附属。在这个意义上，赫斯木的提灯不只是照亮了剧情本身，也照亮了一种久违的表达方式。而迪丽热巴正好站在这束光的最中央，让人很难不去期待她接下来还会带来怎样的可能。演完对手再演君臣，迪丽热巴和张丽的反转感好绝，他们俩太搭了。刚刚演完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对手，没过多久，他们又在新剧里上演了充满张力的君臣。迪丽热巴与张丽之间的反转感真是绝了，
简直是天作之合。他们俩的配合默契到令人忍不住期待三度合作的那一刻。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位演员的最新作品吧。由迪丽热巴、陈飞宇、魏哲鸣和张丽等主演的仙侠偶像剧《白日提灯》，凭借着剧情的丰富性和演员们的精彩表现，开播之初便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如今，剧集的各项成绩稳步攀升，目前《白日提灯》在鹅厂站内的热度已经突破了27000，轻松迈入了热播剧的行列。随着后续剧情的进一步发展，人物冲突愈发激烈，剧集的热度有望突破28000，甚至冲击3万的热度大关。很多观众追剧《白日提灯》，大多是因为迪丽热巴与陈飞宇这对年下 CP， 但实际上，剧中的亮点远不止男女主的情感线。比如，迪丽热巴与张丽的光速二搭，让人意外地感受到他们的反转魅力。戏内戏外的互动都极其有趣，让人忍不住直呼太搭了。在剧中，迪丽热巴饰演的女主赫斯木是归墟的万灵之主，冷酷果决，时刻展现着强大的女王气场。她的一句“我的法度不可忤逆”道出了她霸气的一面，而那锐利的眼神，仿佛能瞬间击穿一切。而张丽饰演的佐城将爱，则是赫斯木最得力的助手，也是他数百年来最忠诚的朋友。两人在剧中不仅是君臣关系，私下更是无话不谈的亲密闺蜜。在有人的时候，他们是严谨的主仆关系，但一旦没有旁人，他们的互动就如同姐妹般自然亲密。赫斯木亲切地叫江爱江阿姨，这细腻的情感变化展现了他们之间难以言喻的深厚友谊。迪丽热巴与张丽对角色的精准把握，令两人之间的对手戏充满了笑点与温度，也成了男女主情感线之外的一大看点。不仅如此，迪丽热巴与张丽在戏外的互动也充满了趣味。在白日提灯的线下追剧活动中，他们多次重现剧中的经典场面。记得有一次，张丽站在前面，迪丽热巴从背后伸手紧紧抱住她，两人对视的瞬间，画面感十足，令人过目难忘。这些戏内外的互动，让粉丝们纷纷感叹，两人根本不需要再试探，市场已经准备好迎接他们的三度合作了。要知道，在《白日提灯》播出之前，迪丽热巴与张丽还刚刚在萧启清壤中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对手戏。在那部剧里，迪丽热巴饰演南山猎人风刀聂九罗，而张丽则化身为的萧大佬。两人在背景对立的情况下展开了一场智勇对决，最后还迎来了扣人心弦的决战。如果要评选近几年最精彩的女演员对手戏，迪丽热巴与张丽绝对能排得上名。谁能想到，在观众还沉浸在萧启清壤时，他们又在《白日提灯》里上演了戏剧性的身份反转，从敌对变成了双强设定下的君臣兼闺蜜。两位演员无论是在外形还是演技上，都各具魅力。当他们在演对手戏时，总能敏锐地捕捉彼此的情绪变化，用更自然、更贴切的方式去展现角色的深度。而从敌对到闺蜜的转变，不仅让观众对两位演员产生了更多的期待，也使得他们的每一场对戏都显得更加精彩。张丽的演技逐渐展现出成熟稳重的一面，这也让她成为了迪丽热巴的黄金女2号。这绝对不是贬义，而是对两人合作默契的高度评价。迪丽热巴的表演往往更具张扬和活力，而张丽则能以她那份稳重与内敛，为整体表演带来平衡与深度。这种互补让他们的合作更加无懈可击。正如那句有厉害的对手才能成就更强大的自己，两人的对手戏也将他们各自的演技发挥到了极致。如今，迪丽热巴已经成为90后女演员中的佼佼者，她主演的作品成绩逐步攀升，个人流量更是令人瞩目，足以为任何一部剧集的热度保驾护航。而张丽虽然在人气上稍逊一筹，但她的演技早已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她的路人缘与观众缘也不容小觑。如果两人后续能够三度合作，不论是再次演绎对手、闺蜜，还是双女主剧，那必定是一个强强联手的局面。无论在哪种设定下，
迪丽热巴与张丽的默契配合，都会为观众呈现出最精彩的对手戏。如果说一部剧的魅力来自人物之间的关系张力，那么《白日提灯》里最让我惊喜，也最让我反复回味的，绝对不只是男女主的情感线，而是迪丽热巴与张丽之间那种越看越上头的关系变化。说实话，从对手到君臣，再到带着几分亲密意味的闺中知己，这种层层递进的情感结构本身就足够抓人，而迪丽热巴的表现更是让这种关系有了灵魂。很多人提起迪丽热巴，第一反应还是美，但这一次我更想说的是吻合准。她在《白日提灯》中塑造的贺思慕，不再只是表面的冷艳或者强势，而是一种带着掌控力的沉静。那句我的法度不可忤逆，不是简单的台词输出，而是从眼神到气场都完全成立的角色表达。他站在那里，就让人相信这个人真的可以主宰一方世界。这种幸福感其实是演员最难做到的东西，而迪丽热巴这一次做到了。更妙的是，她并没有把角色演成单一的女王模板。面对张丽饰演的江爱时，她会松弛，会柔软，甚至带着一点点调侃式的亲近感。那一声江阿姨听起来轻松随意，但背后其实是两人关系沉淀后的自然流露。迪丽热巴在这些细节上的处理，让角色有了温度，也让观众真正相信，这不仅是君臣，更是彼此依赖的存在。我一直觉得，一个演员真正的进步，不在于情绪多激烈，而在于能不能收。迪丽热巴这次的表演，很明显在做减法。她不再依赖夸张的表达，而是用更内敛、更精准的方式去控制节奏。尤其是在和张丽的对手戏中，她懂得什么时候压住自己，什么时候释放情绪，这种分寸感让整场戏变得非常舒服，也非常高级。再说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真的很奇妙。在萧启清壤里，两人是针锋相对的敌人，那种紧绷感让人屏住呼吸。而到了白日提灯，却完全变成另一种气场，不再是对抗，而是互相托举。迪丽热巴的张扬与张丽的沉稳，在同一画面里形成了一种很自然的平衡。她没有压对方，也没有被对方搁过，而是在互动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表演频率。这种会呼吸的表演，才是真正的默契。戏外的互动，其实更像是这种默契的延伸。那些看似随意的拥抱、对视，并不是刻意营业，而是一种自然流露的亲近感。你会发现，迪丽热巴在这些场合中，依然保持着她一贯的灵动和感染力。她的笑，她的眼神，都很有带动情绪的能力。这种感染力，是她作为演员之外的一种独特魅力，也是为什么观众总是愿意被她吸引。这些年，迪丽热巴一直在变化。从早期的灵气少女，到如今可以撑起复杂人物的女主，她的成长其实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白日提灯并不是她的起点，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她开始真正进入角色塑造的层面，而不只是角色呈现。更难得的是，她依然保持着那种观众熟悉的光芒感。她可以冷，可以强，可以疏离，但始终不会失去那份让人愿意靠近的魅力。这种兼具距离感与亲和力的气质，在当下的演员中其实并不多见。所以，当大家在讨论他和张丽是不是天作之合的时候，我反而觉得这种合不仅仅是两个人的默契，更是迪丽热巴自身能力的一种体现。她能接住对手的戏，也能带动对手的情绪。她在关系中既是参与者，也是推动者。看完这两部作品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迪丽热巴正在变得越来越有掌控力，不仅是对角色的掌控，也是对整场戏氛围的掌控。而这种能力一旦稳定下来，她未来的可能性会比现在更值得期待。如果真的有第三次合作，我反而希望他们能尝试更极致一点的设定，比如真正意义上的双女主，甚至是更复杂的人物关系。因为以迪丽热巴现在的状态，她已经完全有能力去驾驭更深层次的角色碰撞。
说到底，观众为什么会被她吸引？不只是因为她美，而是因为她在不断突破美的边界。她在用一次次角色告诉大家，她不只是那个被看见的人，更是一个能让角色被记住的演员。反正看完他们2部剧中的反转精彩演绎，已经让我深深的被他们的组合圈粉了。大家怎么看待他们的合作呢？迪丽热巴白日提灯热度登顶，该剧因粉圈战争与选角争议陷入口碑2极分化。3月28日，由迪丽热巴主演的古装奇幻剧《白日提灯》正式开播。短短数日，该剧便以惊人的数据刷新多项纪录，成为2026年春季档的现象级作品。然而，在耀眼的流量背后，围绕剧集品质、演员表现乃至粉圈行为的争议也悄然浮现，让这部作品在赞誉与批评中走向2极。白日提灯开播后迅速引爆全网，播出仅4天，全网累计播放量便突破1亿大关。在腾讯视频平台，该剧首播1小时热度直击冲至23552，双端预约量高达674.5万，创下平台年度预约新高。更引人注目的是，其单日热度峰值一度突破27000，持续占据各大数据榜榜首。社交媒体的表现同样亮眼，该剧在抖音的主话题播放量累计突破50亿，微博热搜榜上更是累计诞生87个相关话题，从角色讨论到剧情细节，几乎承包了热搜的半壁江山。国际平台 Netflix 甚至在未观看样片的情况下就果断敲定了引进协议，显示出对这部剧集市场潜力的强烈信心。白日提灯的海外发行覆盖了全球23个国际平台，其中剧中归墟场景所呈现的东方美学意境获得了海外观众与媒体的广泛好评。不少剧评人称赞其画面每一帧都如古典画卷，将中式玄幻的缥缈、神秘与诗意展现得淋漓尽致，甚至被誉为中式玄幻审美的新天花板。这种文化输出上的成功，为国产古装剧的国际化路径提供了新的范本。然而，与高涨的热度相伴的是同样激烈的争议。剧集开播后不久，豆瓣评分区便出现了异常情况。开播48分钟内，集中涌现了近200条内容雷同的1星差评，部分账号动态空白，被质疑为有组织的刷分行为。这场粉圈战争让剧集的口碑在初期就陷入了混乱，也折射出当下影视评价体系面临的干扰。演技层面，2位主演也成为了讨论焦点。迪丽热巴饰演的是一位拥有400年寿命的少女，部分观众认为其面部状态与角色设定的沧桑感之间存在一定割裂，未能完全传递出岁月沉淀的复杂层次。而男主角陈飞宇的表演则成为争议最大的槽点，批评声音主要集中在其台词功底与情绪表达的张力不足上，认为其表现未能撑起关键剧情。白日提灯无疑是一部成功的流量巨制，它精准击中了市场对高品质古装奇幻作品的渴求，并以精良的制作和强大的主演号召力实现了数据上的全面胜利。但其遭遇的争议也暴露出当前影视行业的一些深层问题，在粉丝经济与流量逻辑下，作品的艺术评价体系如何保持独立？演员如何突破自身局限，与更具挑战性的角色真正融合？无论如何，白日提灯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法忽视的文化事件。它既展示了国产剧工业水平与商业运营能力的飞跃，也留下了关于作品本质、观众审美与行业生态的诸多问号。它的成功与争议，或许正是当下中国影视市场最真实的缩影。在这个被流量与话题裹挟的春季档里，白日提灯的出现，像是一束过于明亮的光，让人一时间无法直视，却又忍不住反复凝望。而站在这束光中央的，是迪丽热巴，一个早已被无数标签定义，却又不断试图挣脱标签的名字。坦白说，当这部剧以近乎碾压式的数据登顶时，我并不意外。真正让我在意的是，在那些冰冷数字背后，
他所呈现出的那种正在变化的状态，那不是一眼惊艳的锋芒，而是一种缓慢渗透、逐渐显影的力量。在白日提灯中，他饰演的是一个拥有400年寿命的灵魂角色。这种设定本就注定了他不会是轻盈讨巧的表演，他需要的不只是外形上的贴合，更是一种时间感的沉淀，一种仿佛经历过无数离合后的克制与疏离。而迪丽热巴恰恰在这种分寸之间，给出了一个值得玩味的答案。有人说他还不够沧桑，但我反而觉得他选择了一条更接近现代审美的表达路径，不是用力去演老，而是在情绪的收与放之间，去制造那种似远非远、似近非近的距离感。他的眼神里不再只是单一的灵动，而多了一层不易察觉的疲惫与冷静。那种轻轻一瞥的瞬间，反而更有故事。尤其是在归墟相关的段落里，他整个人仿佛沉入了一种更低频的情绪之中，没有夸张的爆发，也没有刻意的煽情，但每一个停顿，每一次转身，都带着一种被时间打磨过的重量。这种处理或许不会在第一时间讨好所有观众，却让角色有了更长的余味。更让我欣赏的是他在视觉表达上的掌控力，从造型到肢体，他几乎完成了一次风格上的再定义。那组提线木偶般的意象，并不只是简单的美，而是一种带着控制与失控意味的象征。他既像操控命运的人，又像被命运牵引的存在，这种矛盾感在他的演绎下变得异常迷人。当然，这部剧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说他身上的争议几乎和他的热度一样高。但如果把这些喧嚣暂时按下不表，你会发现迪丽热巴在这部作品中的意义早已不只是扛剧女主那么简单，她更像是在完成一次自我对话。从早期那些轻盈、甜美，几乎不费力就能赢得观众好感的角色，到如今这样需要承载复杂情绪与叙事重量的尝试，她的每一步其实都走在一条不那么安全的路上。他并没有选择停留在最舒适的位置，而是不断向更模糊、更难定义的边界靠近。这件事本身就值得被认真看待。在如今这个评价体系极易被情绪与立场撕裂的环境里，一个演员的努力往往会被放大成对立的符号。但如果我们愿意稍微慢一点，看得更细一点，就会发现他并不是那个被简单夸赞或轻易否定的人。他是在变化中的，而这种变化或许才是一个演员最珍贵的部分。白日提灯最终会留下怎样的评价，也许还需要时间来回答。但可以确定的是，迪丽热巴已经在这场风暴之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痕迹。那不是完美无瑕的证明，而是一种带着探索意味的前行。有时候，比起被所有人认可，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真正走向更远的地方，而他显然还在路上。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